感谢 KK7哥134的充电。天空属于哈夫克，我是山中砍柴人赛文鲁管的08，还有右边粉丝充电，非常感谢。好，这个房主呢开了一个冰天 2VR， 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啊。我们也好久没有发过这个冰天 2VR 了，对吧？这房主2个人呢，他们好像是专业打这个冰天 2VR 的。然后我一进来呢，我的队友呢他就给我打字，他说你会不会玩？房主2个人比较厉害，对吧？你不会玩，你就不要来，换其他人来。我说我会玩了，我要说我会玩。我说我不会玩呢，我的队友他老是不准备，有一点嫌弃我啊。这个冰天 2VR 呢，基本上都是法医打法医啊，就是一个法国带一个苏军。我是选了一个法国啊，我的队友呢选了一个苏军。然后我的队友呢就把建筑放到我家啊，他这个玩法是对的啊，因为打这个2v2的话，苏军呢要把这个建筑放到我家，因为我这个位置不好啊。如果我位置好的话，他就不需要放到我家。然后呢，法国造了个空子部以后呢，就把基地拖中啊。对面的法国也是造了一个空子部，也把基地拖中。我们中间就是对炮，对吧？然后小绿在上面观战。他说这个小蓝是个高手呀，我怎么是个高手呢？我只会一点点，对吧？我这个队友一上来都说我不太会玩，就不要准备。所以说不要慌啊。这个2v2我也好久没玩了。我记得以前呢，我还没有做视频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打这个冰天2v2啊。然后我的队友呢直接卖基地了，对吧？我把矿场甩到他家了，然后我把矿场卖了，把兵营卖了，就有电，正好卡电了。这个正好1格电，看到没有？我那个电显示我是没有电的，其实这个电卡的刚刚好。哎，我的大炮出来，我有电了，他补了个电场啊。然后我们再造第2个大炮，他大炮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直接用这个飞行兵补一刀，然后扳手修一下大炮。哎呦，他这个大炮都没打到我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大炮，大炮一出来直接打法国基地。哎，打法国基地。对面呢，他好像没有选苏军了，对面呢好像选了一个德国，有一点瞧不上我啊。他们是一个法国加个德国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下面的陈王色是个德国啊，明显的就是瞧不上我，对吧？然后我的队友呢，苏军在中间打他，然后这个德国呢就打我队友啊，打我队友呢，我的飞行兵就过来帮他一下，哎，帮他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增援一个大炮，帮队友防守一下。你这一上来选个德国，你这明显就是看不上我，以为我不会玩，对吧？哎，然后法国没基地了，德国的坦克呢又送完了。哎，我们占住中间的矿，有了钱以后，马上就可以起飞了。然后上面呢有很多观战的，一直在上面打字啊，我也懒得一个一个去念了。他们直接受不了投降了，对吧？这法国投降了。第一盘呢，他们小试牛刀，觉得我不怎么会玩，所以说呢就选了一个法国跟德国啊。然后打了一盘以后呢，觉得我挺会玩的，他们就选了一个法国一个苏军了。我还是跟我刚才的队友配合，我这个队友呢其实打的也还可以。难怪我一进房间他就说了，你会不会玩？你不会玩你就不要跟我合作，对吧？我说我会玩。然后第2盘呢，我在这个左下角啊，我们还是造个空子部以后呢，直接拖基地去中间准备抢中啊，因为中间有彩色矿。这个打2v2的话，法国一定要拖中啊，不能直接拉中。直接拉中的话，他是直接拉中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直接拉中的话，等一下我的大炮就可以甩过去啊。然后我们直接造个空子部，哎，造个空子部把基地拖中，这样的话呢，我的大炮就比他快呀。他这样直接拉中，他没我大炮造的快的。你看他这个矿长才刚出来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的基地赶快拖中，这个小绿呢留了2条狗啊，留了2条狗想挡我的基地。然后他的队友红色呢，直接把重工甩在中间，想造蜘蛛来钻我的基地。我提前打开了，就在这里打开了，不能再拖过去，拖过去容易被他的蜘蛛钻。然后我的飞行兵呢就去打他队友红色，红色把重工矿场都甩到中间去了。他这里有个电厂，有个兵营，对吧？我们直接先打他电厂，让他断电，然后我们的大炮马上好了，提前把这个矿场兵营卖掉，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卡电了。但是我甩出来直接攻击他，然后他有一个抢修啊，他有个6人抢修，有个6人抢修呢，我这个大炮好像拼不赢。拼不赢以后呢，我们有飞行兵啊，他的飞行兵在打我上面的矿场。哎呦，这小红给他一个防空炮，
给他一个防空车，我的飞行兵过不去啊，过不去不着急，第一个大炮没有兵营呢，我们第二个大炮呢就甩到这边来。这一次呢，我造个兵营了，准备出6人抢修，然后小红出了个6人给他抢修，但是他的扳手没修。扳手没修呢，大炮没有兵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巨炮就守住这里就行了，守住让他们踩不了框。我的队友不要着急，我的大炮等我的大炮轰他。反正他们踩不了框啊。他又甩了一个大炮，我们飞行兵助攻下，扳手修下，然后准备6人抢修一下。红色打我的巨炮，我6人抢修，我再甩一个巨炮。这样的话呢，他拖中就没有用了啊。他拖中呢踩不了框，我后面可以踩框对吧？我后面有2个牛啊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矿场甩到中间，再把牛甩到中间来，准备吃中间的矿。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踩不了矿了对吧？红色基地在这里没什么用的，他这个基地等一下我的队友可以去打啊。然后他又甩了一个炮，压制不让我采矿对吧？我们可以把牛车缩到后面去啊，我后面有矿场。他们现在就没法采矿了，他只能把牛车拖到后面去采矿。后面呢，他们没有矿场啊。然后我们再延伸个巨炮，准备把他这个巨炮给他解决掉，我就可以采矿了。你卖了也没用，我这里3个大炮，然后我们步步为营，慢慢往前面延伸。这边打我的矿场不要了，把牛车飞到中间来，我就有3个牛吃彩色矿啊。然后小红呢，好像是房主啊，小红是房主呢，对了2次炮没对赢。他小红就打字啊，他就说这个绿色，他说你这个大炮不太行了，对吧？你这个大炮对不过呀。其实小红呢跟我的队友的坦克差不多啊，但是他们没炮了，他们现在法国没钱了，看到没有？我4个牛采矿，然后这个绿色就直接投了，这个法国就投降了，对吧？现在2打1，然后小红呢在那里打字，坦克被我轰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坦克都被我的巨炮给轰了啊！我继续延伸，中间的矿被我守住了。他们就守不住了。这小红你看他不动了，他在干什么呢？他在打字，你怪我，我怪你，对吧？然后他又说，你看你这个法国不太行，你不会大炮呀，直接受不了投降啊。投降以后呢，然后这个小红呢，他就叫了一个人来，好像是他的朋友啊，他就叫了另外一个队友跟他合作，嫌弃他那个队友不怎么会玩，对吧？然后第3盘呢，我们还是选的法国，还是跟刚才的队友合作啊。我刚才那个队友其实打的也还可以啊。这一盘呢，我们在右上角，呢，我们把电厂空子部甩到队友家就可以了。其他的东西放到自己家，等一下我们还是造个空子部拉中啊，直接造一个矿场，然后直接造空子部。打2v2的话呢，法国法医打法医啊，这个2v2法医打法医基本上都是造个空子部，直接拉中，准备对炮啊。然后空子部一出来，准备招一点飞行兵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突然发现对面的法国呢，他没有造空子部拉中对炮啊，因为他对了2盘呢，绝对没对赢。这一盘呢，那个法国呢，他就直接出了重攻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直接出了重攻，我给队友一个信标啊，告诉队友，他出了重攻，你就没必要造防空炮了啊。别等一下你在中间给我加个防空炮，他出了重攻呢，就是造很多多功能了。然后我们呢也要把战法改变一下，因为他出了重攻啊，你不能直接造大炮，你直接造大炮啊，他造了10个防空车就会把我矿场打掉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直接先造地堡啊。你的战术在变，我也可以变的呀。我不出大炮，我直接出3个地堡，你看到没有？他造了5个防空车，兵分2路打我的矿场啊！一旦把我2个矿场打掉，我就会卡钱了。但是我不出大炮啊，我造地堡呀。后面的矿场保住了。然后他又造了5、6个防空车，然后我继续甩地堡，疯狂的甩地堡。你打我的矿场，我飞行兵过来补一刀；你打我的飞行兵呢，就会被我的地堡整。然后我中间没矿场了，但是我后面还有啊。所以说他变战术了，我们也要变。我直接出重攻就行了呀。然后呢，你在造矿场，我也在造矿场，我后面还有矿场啊。你打掉我中间矿场没用。你造了这么多防空车，你估计要卖基地啊。他跟队友换位置了，他把东西放到苏军家，然后他好像是2牛卖基地啊。卖了基地以后呢，直接造很多飞行兵。这个时候你打我后方没事，我后方直接卖掉，我在中间又起了个矿场，我中间有3个牛，而且我中间呢已经造了防空车啊。
这样的话呢，我就站稳了中间，对吧？如果我开局拖中了，直接造大炮不造低保的话，有可能被他打掉2个矿场，我就没钱造矿场了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着急，反正我们站稳了中间。他们2个人都卖基地了啊，2个人卖基地了，开始打我的队友了。我们防空车赶快下去保护队友。黄色造坦克打我呢，我就在中间甩一个大炮。黄色卖的基地呢，可以造几个飞行兵啊，几个飞行兵打不死人。我们有2个防空车一直追他，防空车一直追他。然后我在中间呢再甩一个矿场，我就有4个牛了。先看看队友，队友呢还在跟那个苏军对峙啊。感觉我的队友呢暂时打的差不多啊，我怕他守不住呢，我们直接给队友呢架一个巨炮啊，给他架个巨炮，万一他没守住就难搞了。然后呢，我的坦克想去打他家，结果黄色直接跟我换家，对吧？黄色跟我换家没事，我们有坦克直接回防，他打我的牛车缩走，你打我的牛车缩走啊，我坦克回来了，然后我们中间再补个电厂啊。反正这个黄色打不死我，他把基地卖了。哎呀，我的队友怎么回事？我的队友刚才想过来救下我，你没必要来救我啊！你只要看好自己家就行了。完了，我的队友重攻没了，有可能等一下队友守不住啊！我给他家里放了2个巨炮，放了2个巨炮，我们就打这个黄色就行了。先把黄色的坦克给他抓掉。这个时候我队友没重攻了，招不了坦克，矿场也没了，完了，队友的基地卖了的啊，我队友卖基地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没有后续了。然后我的队友橙黄色打过来，哎呀，怎么死掉了呢？橙黄色的建筑被拆了，完了，现在要我1打2了。然后我再打淡蓝色，黄色就过来救他啊。黄色过来救他，我们直接堵掉矿场，坦克回去也回不去了，直接把他矿场堵掉。哎呀，还没堵爆，完了。我的队友呢被他换死了，我的队友的建筑好像被飞行兵拆完了，他就直接死了。现在呢变成我1打2了，但是没事啊，我站住中间的矿，我有钱，我们准备再架1、2个炮啊，这个地方加个防空炮，等一下可以在这个地方甩一个矿场啊。然后这个黄色呢有很多坦克，我造很多飞行兵啊，现在有什么就造什么，反正经济比较好。他直接冲过来，好像要打我的基地。打我的基地没事，我还有重攻，打爆我基地，你坦克也死完了。结果呢，他直接打我的电厂，完了没电了，赶快卖巨炮，卖的巨炮就有电。你打我的电厂没用，就算他打我基地也没用啊，把我基地打爆了，他肯定打不爆我的重攻。然后我们在下面再甩一个矿场，反正我有钱了，你们没钱对吧？虽然你们有2个人，但是你们2个人都把基地卖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飞行兵加坦克直接杀到淡蓝色家里来，先打苏军了。先不要管那个上面的法国，先打苏军。反正那个法国呢把基地都卖了的，我们直接坦克冲过来，先抓他的防空，然后飞行兵呢直接打他家。黄色冲到我家不用管，我家有巨炮，我们用坦克抓防空，飞行兵打他的建筑，直接把淡蓝色先给他打死。黄色直接受不了投降了，黄色先走一步啊。这个2v2呢，估计有很多粉丝看不懂啊，因为这个他们都是专业打2v2的，这个2v2的基本上都是这么玩的，因为这个局呢稍微来说高端一点，我估计有很多粉丝看不太懂啊，有可能也有粉丝说，他们是不是不会玩，为什么要卖基地呢？